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呢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郝先生，39岁，来自河北，司机；张女士，37岁，来自天津，地产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他跟他的前女友断得太不干净了，他居然还敢让他的前女友帮他照顾孩子，他觉得理所应当，他觉得他们的关系没问题。他总是把我想的特别坏，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对方在你眼里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特别随性，特别自私，自己怎么舒服就怎么来，而且他是个球迷，在他的心里，足球比我这重要10倍。他特别强势，他特别霸道，他看我哪儿都不顺眼。哎呦，你们2个人这个小片儿听完了之后，我有点懵啊！又是前女友，又是孩子，还有足球的事儿，这哪都不挨着。我得先捋一下，你俩现在是啥关系啊？情侣啊？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差不多1年。是各自之前都有过婚姻吗？啊，对。你有孩子吗？没有。你有孩子？儿子，对，儿子多大了？我儿子今年8岁了。方便分别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分开吗？当时心智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吧。有了孩子之后，柴米油盐的事儿也多，然后2个人就分了。你说说你为什么分开？我是因为前夫酗酒，所以就分开了哈。对。哎，你在那个短片里面说什么前女友照顾孩子，这个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是这样的，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2个人最初相识。他是来天津工作之后，我们2个人在天津通过相亲然后认识的。当时呢，我是感觉他说话特别真诚，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了他前段的这个婚姻离异，然后带有一个8岁的儿子。听完我第一时间我也跟他说了，首先我是一个丁克，我不准备要孩子，而且我未来我也不会就是说跟一个孩子就是长期的生活在一起。我问问他你这方面有没有打算，然后他当时跟我特别肯定，他跟我说没事儿，孩子因为他是唐山人嘛，说孩子在唐山在老家有奶奶，然后孩子上寄宿学校。然后我就因为他回答的比较肯定，我就没有再继续的追问下去。我们在一起发展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不到3个月的时候，我忽然间我就发现他没有提前跟我讲清楚，他所谓的这个安排就是说孩子离开寄宿学校放假的这个期间是由他前女友接送和照顾，等于是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生活。因为我的母亲是刚做完结肠癌的手术，当时没办法带，他只是暂时的帮我带一下，因为我也没有第2个人选。孩子他妈妈呢？孩子他妈妈现在在安徽。问题是前女友为什么如此的心甘情愿呢？我跟我前女友在一起2年，她跟我儿子相处的还挺好的，我儿子也挺认可她的。那你会支付前女友相关的费？对，我每个月给她2000块钱，这是孩子的伙食费。住在前女友那里啊？不是，我儿子在寄宿学校里边上学，他只不过是周6周日跟他在一起。也只不过他就是生活在一起。我问一下女生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还是他主动坦白的？是这样，我们俩正好呢是想去吃饭，然后就在楼里面比较安静，他接了个电话。他接电话，我就听到里面说到孩子的一些问题，因为那个电话声音出来，他不像一个年长的母亲说话的声音。挂了电话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谁呀？他跟我说那是我前女友。我当时听完我都炸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母亲来帮我带我的儿子，然后我们在一起有1个多月吧，然后才确诊的这个病，治疗周期大夫说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如果我跟他说了，他也会跟我吵架。我以为这1年我前女友帮我带，等我母亲身体恢复好以后，还是我的母亲带呀。
你单听他现在讲前半段是没有问题的。有一天我就打开他的手机看，结果我看到他跟他前女友的对话，有一条重点是他的前女友给他发的微信是这样说的：赶上两个孩子放假，我们一家4口一起出去旅个游。他怎么回答的？他没有回答，这个不是重点，不是说你收到之后你会怎么回答的问题，是我的纠结的点，跟他吵架的点。我们现在只是雇佣关系，他的想法我左右不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俩说话说不到一起。我在意的重点是，他是你前女友的身份，你们两个有过一段共同2年的，然后生活在一起的经历，然后你儿子对这个前女友很依恋，对，很依恋，而且重点是，如果他分得干净。他前女友不会心甘情愿，在明知道他到了天津又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心甘情愿的去给他带孩子。然后因为这条微信已经很明显了，他是一直不断的在给他前女友希望。在我心里，我们现在只是一个互相可能你在无意当中互帮互助的关系。打住，可能你在无意当中给他带来了一些暗示或者非分之想。我只能帮你解释一句是你不自知。后来这事儿处理了吗？他当时也做出了一定承诺，在这件事情上算是对这件事的确是画上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句号吧。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和好之后，他就整个跟之前的那个状态就简直变了一个人，报复性的在我身上找茬。因为我是做地产营销的，这个行业本身它就有一点点服务意识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每次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听到我的电话响，只要我的开头接电话，喂。如果我喊的不是爸爸，他就会一直立着耳朵在旁边听，挂掉之后他就会问这人是谁呀？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么多？我们俩因为这件事争吵，我这边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因为他之前我们俩最初产生矛盾，不就是因为他前女友那个身份吗？我就说他你边界感不强，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说他，反映他身上的一些问题，他就记住了那些关键词，然后他逮着我的这个事儿，只是逮着我对方这个身份是个男的，然后他就把那些关键词全部都放在了我身上，我没有边界感，然后我做事情怎么样。那是你哥哥吗？我就很无语的回答。我现在说的是我工作上的事儿，他就开始咋的了？是这样，刚才说的是我工作上的一些异性相关的这个事情，是我的发小。是这样，因为我是天津人，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住平房，然后一直到上托儿所、小学、中学，我们一直在一起，包括现在还是住在一个小区不同楼，包括我们双方的父母也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然后因为之前他没有接触过，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不长，我也给他讲过，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我有一个就关系比较好的，我喊他叫哥哥，因为他比我大半年，但是我们同龄。他呢，人家结婚了。然后人家也有孩子，而且还是2个，他的家庭条件的物质方面要远超于我。首先来讲，因为我们太熟了，就没有血缘关系，胜似有血缘关系。因为他经商，有的时候跟客户比较熟，然后人家那个时候有投资的需求，或者是有买房的想法，他就会给我打电话喊我去，就是变相说给你介绍客户啊，都自己人嘛。那个是你哥哥吗？他就觉得一打电话，哥哥，那是哥哥吗？我跟您讲，在我心里他就是隔壁的老王。我不在家，他随时都可以偷我的家。就这种话术，我都觉得我不想接，不想回答。那个哥哥见过他吗？见过很多次。吃过饭吗？吃过，在我们2个人没有分手之前，人家的一家4口，他和我一起吃过2次3次，就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关系特别好。你发小的那个老婆跟你关系也很好吗？很好。然后那也就是说，您和这个哥哥的一家都很要好。非常好，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见，你有什么意见？我不是有意见。他说了，隔壁老王嘛。每天晚上出去陪他的哥哥，我认为你哥哥是叫你。他认为只要不是你爸爸生的，我认为他不行。他那个哥哥把他当一个交际花，大半夜的把他给叫出去陪客户。这事儿先放在这儿。你在那个短片里面还说过一点，说太爱足球了，甚至爱足球比爱你爱得多。是他最大的爱好啊，就是看球。只要是在国内，因为国外他可能消耗不起，在国内，比如说他现在1个月他挣1万块钱，他有一半的工资5000，他要寄回家里给他的母亲，然后剩5000自己生活。然后比如说他今天在某个地方，他有一场球赛，他连住宿再吃饭，然后再整个球票，他需要来回的支付4500块钱，他不会去考虑后果，不会去想追着一个球队跑吗？对，我是中国
国家队的资深球迷。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比如说，你看上个月有一场球赛，他因为工作，因为他给领导开车，肯定是以领导的时间为主，他特别想去，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去不了。因为他去不了，他心里就特别堵心的慌，你知道，他就特别愤怒，但是他又不能表达，于是他就在家看的那场球。看完那场球，那场球赛应该是输了。然后那天我知道他心情肯定不好，我还夹着小心的跟他讲，我说溜溜吧，消消食，对吧？我说天也暖和了，来了是来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开始说我这个狗。你这些钱都花狗身上了，给狗看病，然后什么明明能花5000，你非得花1万，然后你这哪是遛狗啊？你干脆把那狗链子就扯下来，你拴我脖子上，你遛我就好了。那你知道我心情不好，你还非得让我过来干什么呀？我错了，你对了。哎，他跟你那个发小吃饭啊什么的关系一直都没处好是吗？不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分手和好这个时间点为一个节点。在吵架分手之前，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存在，包括我工作，包括异性，我不知道是他隐忍着不说，还是说你说他前女友这个点给他触怒了。对，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平时比如说跟你在一起会接触你的朋友吗？你的圈子啊，就是在你们吵架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什么区别？有，他有了，他觉得包括我。然后包括我的这个接触的圈子，他觉得特别傲。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朋友之间聚会，可能有这么6、7个人，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那个就不好意思去，因为我跟他有区别，我们见面主要是想找一个环境能说话的，而不是扯着嗓子的喝那个大排档喝啤酒那种感觉。他从一进到那儿，他就浑身别扭，他就觉得你特别装，就我这个人特别装，我的朋友也特别装。大家一起说那个哥哥你喝什么呀？咖啡不喝，带气儿的不喝，有的时候就得出去给他买，或者是我们提前带，这就是2次的经历。然后呢，大家就坐一块儿开始聊，因为大家都比较就在意穿，在意形象，可能谁就穿了一双潮鞋新买的，我们就聊上了，因为共同的话题，就他插不进去，他回来他就跟我吵，他就说你的朋友太装了，就说我们看不起他。你的朋友后来就都太假了，他就说他不想参与了，我后来也就不喊他了，不带他去了。现在我再反过来说说他的朋友圈，他特别的不会做人。第一次我跟他去唐山的时候，在去之前，他跟他的朋友说什么？刚搞了个对象，天津的。独生子女，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不要这样说话，我说特别的不好，我说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人家会觉得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他就跟我说嗨，他说嗨你不懂，他说我们都哥们兄弟的，也是类似于发小，他说他们都是那个谈了个家门口的，他说我搞了个天津市里的，他说我觉得倍儿有面儿，就这个感觉。我一听他说这个，我就没法再往下接话了。等我第一次跟他去到唐山的时候，跟他的哥们兄弟见面，那天他都是男的。然后人家也是出于礼貌跟热情，就说啊天津挺好的，就问了一下什么工作，也是为了找开话题嘛。我又觉得人家都主动说话了，又是我熟悉的这个专业，所以自然相当于我的话会多一点，然后比较热情嘛，我自我感觉是良好的。然后回来之后，我一朋友说了，说你太能说了，就劝他，就你别找个这样的，就是又是独生子女，特别爱说，又就我不是开玩笑的跟你说的吗？就怕我玩他，就说我图他，觉得他降不住你，是这意思吗？对，你所说的可能会骗，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自己标榜的，不是我说的。大哥，这是你的跟我朋友说的，你是天津的，你父母是做什么的？我说的没家里什么什么什么，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确实是天津人。难道不能说自己的家是哪儿？可以说，可以说，我没说不可以。老师，家世这个事儿是他在我们见面之前先给人营造的。天津市的打个电话开玩笑，我朋友嘛，是他给人家。你看你说就成了开玩笑，人家说就是人家自己给自己标榜，然后他去了，他自己又说了一遍。第二次是他的哥们兄弟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天津，我作为接待方，我又不能不去，多闪他面子呀。因为这次是带了老婆跟孩子的，然后我们白天上午是去的那个动物园嘛，然后晚上吃饭。这次我长记性了，我就没有这么热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老婆有孩子，人家都是他们那一圈人家熟啊。我本来第一次见，我插不进去话，我呢这只能跟孩子说会儿话，玩会儿。有的时候赶人家女方说话停的那个气口，我就跟人说，我说哎嫂子，我说那孩子几岁了，就往家务这方面去带，也能聊上2句，但是没有说喋喋不休的。
回来他就急了，他说你怎么就那么傲呢？你就趁着我看得不上他们小地方的人，然后是你说的那样吗？你第一次去唐山的时候，你的嘴叭叭叭叭叭说，这次我朋友来天津啊，全程也就说了10来句话吧。那咋的呀？那要干啥呀？啊？跟你哥们儿兄弟特别那个什么热情什么的，你兄弟媳妇儿不是在呢吗？那人家看这是干啥的？这姑娘，那咋表现出热情？怎么叫个热情的方法呀？我就以为他是故意的。大老爷们儿，你真够矫情的你！哎，刚才我听你俩这言语之间，你们现在是分手了吗？是这样的，主持人和老师，我这次来的主张呢，就是奔着分手来的。我就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劝一劝他，就是别再纠缠了，因为毕竟这个年龄了。你今儿这态度不像是来纠缠，你今儿态度感觉你是来分手的呀。我不知道他会说这些话呀，我以为他会想跟我和好，让在座的做个见证呢。哦，你以前没看过我们节目是吗？不太了解。他来太了解啊！你认为你们2个人还好得了吗？来吧，你们2个人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今天主要的过错方，我觉得是男方吧。就有感情经历，我觉得应该更懂得珍惜一个人和异性的边界。你既然不喜欢女方跟过多男性接触，你也要明白，你跟前女友的事情是影响你们感情破裂的主要因素。而且你愿意给钱给前女友，不如请个阿姨去接送你的孩子们。哎呦，你看看这哪像23岁的姑娘啊！我觉得话，可能双方的理解就是沟通还不够吧，因为男方可能就是作为我是男性嘛，我可能直肠子一点，我觉得哎有人帮我带孩子，我觉得挺好，然后但是又从女方的视角来看，哎我跟你现在是现女友，但是你前女友帮你带孩子，那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卡在你中间就是玩嘛，你来回窜前女友现女友前女友现女友嘛，就是缺少沟通的那种感觉。前女友是在很多女性面前是最可怕也是最讨厌的生物。男生很显然和你的前女友没有断干净，我们和前任并不是说非要老死不相往来，但要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自己有了现女友，那么对前女友来说，像你这样的行为就是犯大忌的。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无法理解女生，你的儿子不能在你身边，这有点过。因为我能看出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离异了，监护权是爸爸的，但是爸爸因为爱上一个女人，孩子就无法生活在自己爸爸的身边。虽然有奶奶，老人这不是本分，这是情分，所以也就有了前女友让我们感觉到匪夷所思的一幕。他没得选啊，真的没得选，他内心就是喜欢你。对，他认为有你，我不但有面子，我也喜欢，我可以不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身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残忍，但是他做到了。此刻这位哥们，我只想劝你，像这样的一种状况，自己知难而退是最好的选择。您称他身边的朋友是隔壁的老王，称他是交际花，你这是对他极其极端的侮辱。你为了显示自己的自卑，你不惜用各种方式赚口舌之快，在他的面前贬低他，有用吗？没用啊。所以很简单，你们2个人本就不应该在一起，不对等。这份爱情你消费不起，所以好合好散是最好的选择。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把孩子托付给前女友，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在感情这件事情上做了取舍，但是在孩子这件事情上，他选择托付给了一段他认为安全的关系。但是他又因为把孩子交给了前女友，因为他信任他，他们之间的相处是融洽的，孩子也依赖他，
他在这个时候的选择是和情感成年人之间的感情剥离开的。但是你认为这种拖泥带水，是因为孩子在那儿，他有顾忌，他没有办法斩钉截铁的跟你说咱们俩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孩子在那儿，孩子极有可能会成为他这一刻冲动说出来的一些事。你看他说话挺伤人的，他说出来的这些话，他怕孩子成为那个承担他过错的人，他有顾忌，这是一个做父亲心里最柔软的东西，他害怕。其实我最开始听你们两个人说话，我会觉得孩子好多余啊。从一开始你们两个人选择的那一点都不是为了说我们两个人真正是三观上是达成一致的。两个都经历过婚姻的人再次重新走在一起，确实是需要某些能力的。这个能力是，第一，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是否能够复盘，然后能够让自己在下一次感情当中不要再重蹈覆辙。第二，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胸怀，能够包容对方的过去，能够接受和面对对方的过去。第三，如果有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能有同理心，感受对方的不容易，或者说能够去理解对方的不容易。经历过婚姻的人再次谈感情，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说那么简单，反而你们所要面临的东西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郝先生来说啊，你现在还真不是最重要的是谈恋爱，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应该当个好儿子。你妈妈都重病了，你想的是你妈1年马上好，好了之后赶紧去再继续给你接孩子送孩子。你怎么没想过我回去替我妈分担？这本来是我的孩子，我妈妈得了癌症之后还得帮我带孩子。这个我对我母亲的确是有愧疚，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但是我在天津挣的钱比在唐山挣的多呀。你挣到了那么多的钱，回去你母亲累垮了，你就没妈了。钱重要还是妈重要啊？那当然是妈重要啊。是啊，所以即使挣的钱不多，但是我能替我妈妈分担，我能陪着患病的妈妈，我还能照顾好孩子，这些才是你的人生重中之重啊。就是我发现郝先生好像爱你的人你都不是太在乎，对你有期待的人你都不是太在乎，对你一直持否定态度的人你一直在追他。你妈妈真的爱你哦，刚才我们主持人说过了，你理解吧？理解。然后你的前女友对你挺好的，她还主动给你机会，咱们一家4口，你们共同生活过2年，咱们一家4口一起出去旅行一下，然后咱们是不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觉得相处好是可以的。他不光是接纳你，准备接纳你，他前提是我已经接纳你儿子，你儿子也接纳了我和我儿子，他很负责任的在接纳你，你不把他当回事儿，你儿子对你也有期待呀。你去想，你儿子现在是一个多失望的孩子。我爸呢，基本上不管我，我住寄宿学校，他把我扔给我奶奶，我奶奶都得重病了，他把我扔给另外一个阿姨，当然那个阿姨接纳我。然后我爸自己去干嘛呢？我爸自己去追一个就是完全不准备接纳他的人。对你好的人你不是太在乎，对你有期待的人你好像也不是太在乎。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选择真的合乎逻辑吗？今天听了几位老师的话，我明白我的选择了。哎，得嘞，我在天津工作就是为了多赚点钱，为了儿子，对吧？对，你要真是这个诉求的话，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咱别既要又要，不仅要给儿子钱，还要给儿子一个妈，不可能。但为什么你看到希望？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女生的一个模糊的一个行为。按理说，其实你今天表现的整场非常冷静，说话干净利落脆，没有多余的一点废话。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男人他明明是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交给他的母亲去带的。既然要是当丁克，你们要选择跟这么一个男人相处，因为你知道那个母亲终将会老去，你会跟孩子相处，一定会，迟早的事儿。只是你现在做的是尽量把这个时间给推远。第二，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做这件事情，就这个人的认知
这个人的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一定要尽量的去贴合。所以这两者你是选后者为大的。我相信他的孩子是可以认可的，因为你是有爱心的，你照顾着3个宠物，你不是那么冷冰冰的。但他的认知跟你，咱不说高低，就不在一个范围里头。所以说，我想跟你说的是，姑娘，就是我们选择都是自己的权利，都一定是至少2到3个条件当中，我们去占大部分满足就 OK 了。但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自己不自洽。或者说，既然他是哪一点没有满足的话，不要一定给他戴一个帽子，你欺骗了我，你这个人品有问题，所以我离开了你。不是的，只是在几个条件之下，你选择了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一点来去做一个理由，好不好？不是什么天经啊，什么独生子，不是这个，因为我听起来都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你硬想给他戴一个帽子的话，那就不公平了，或者说就对不起我们曾经你们俩在一起那些美好的回忆了。我这话说的已经够直接了，谢谢。好，就这。那接下来我们这样啊，2位呢，你们也待会儿坐那儿想一想老师们说的话，好不好？好，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谢谢。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田，22岁，来自安徽，学生；小新，23岁，来自安徽，销售。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一开始有点小作，他天天上赶着我，但是他现在翅膀硬了，飘了，越来越作了。自从我开始挣钱不花他钱以后，他总是没有安全感，总是没事找事。你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他飘了以后越来越不安分，爱跟异性勾3搭4，还不止1次。他特别双标，他可以吃我的醋，但是我就不能吃他的醋。他还特别有优越感，他可以作，但是我就不能作。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你俩今儿是来比作的是吧？女生用了几个词儿，说男生开始飘了，翅膀硬了，这话从何说起啊？就是我们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都挺恩爱的，然后后来我不是比他大1岁，我就开始工作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合租，我1个月大概能挣1万块钱，然后我就会把这1万块钱都搞到我们小家里面费用嘛，比如说那房租啊、水电，包括我们的吃穿住行，几乎都是我来承担，他就在家里就做饭啊、洗衣服啊之类的。就是我想着我们在一块也快4年了，那以后要奔着结婚走的。他现在条件啊，包括他家庭条件，可能就达不到买车买房这个要求。我就觉得我们家庭条件还可以，那我就说我父母也能支持，我就给他提过一个想法嘛，我就说让他当上门女婿。你们家就你一个女儿是吧？不是的，还有就是姐姐和弟弟。那弟弟不是可以传统的传宗接代吗？干嘛要上门女婿呢？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家庭条件还可以，然后我父母就对3个孩子都是比较平等的。但是我觉得上门女婿这搁谁那都挺不合理的，而且我也是在上学，说白了，你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也是能把车房什么东西都也能挣出来的。但是就是自从我说了这个话题以后，开始给我较劲儿，他就说我再也不要花你1分钱了，他要自己去找工作。他不是学过几年的那个街舞，他就要去那个酒吧跳舞。自从挣了点钱了之后，他就开始折腾了。我们以前租个房子可能就是1600一个月，但现在他要租3000块钱一个月，我也就没拗过他，然后咱们就租了。租了以后他还要作，就是比如说要换家具，就别人现有的嘛，我们就可以用啊。比如说他觉得1层的冰箱不够用，他就要换2层，然后把人家墙纸啊也都贴了。我本身生活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人，老师，因为我也开始挣钱了嘛。我觉得我现在挣钱了，我不花钱，我也不理亏。但是我觉得他的度没有把握好，有点过了，就不像以前一样对我就是宠着呀、顺着，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大的变化。你觉得这是他翅膀硬了的表现？还有就是他在酒吧里也就会认识一些很复杂的人嘛，那些都是我同事，我那一个圈子里面怎么就不好的人呢？反正就是自从他进了酒吧以后嘛，我们俩沟通也少了。
就说到这个房子吧，他就是说他装修他就装修吧，但他还跟我提过一个设想，他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要求我就在出租屋里面跟他结婚。那我作为男方，那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吗？那孩子以后，我现在我也会挣钱，那孩子以后还要姓我，跟我姓的呀。你俩一个还没毕业呢，谈什么婚姻？行，就因为就我们俩矛盾比较多嘛，后来我们就分开住了。但分开住了，就是他在酒吧学了骑摩托车不好的习惯嘛，就因为这个骑摩托车，他就跟一个外卖员撞了，受伤比较严重。然后我就去照顾他，我就偶然看到他手机有异性给他发那个照片。你那照顾我当时都大腿骨折，然后小腿骨裂，臀大肌撕裂。你倒好，过来照顾我第一天，先不喂我吃饭，先直接直奔着我手机看我检查。但我也是无意间看到的，主要还是照顾他。但是我看到手机就看到一个女生给他发了一个游泳的照片。他那是我一个公司上司，因为我们酒吧嘛，很多总管，有的要管酒水，有的要管演艺嘛。然后刚好他就是管我们跳舞那部分演艺部的。那个女生之前是去云南旅游了，然后那段时间呢，那个女生可能对我有点意思吧，然后给我发了个什么泳装的照片。就当时我还想着，因为人家去云南去旅游嘛，我还想着给她带那个特产。然后给人家转了400块钱，是他喜欢吃那云南那什么蘑菇嘛。然后结果呢，他倒好，他不听我的，然后就硬跟我吵这个。我那个时候还养病呢。不是，人给你发的照片，你怎么回的？我也不喜欢人家，我也有女朋友，我就不回了。更气的是，就是我第二天嘛，我发现这个事情，我就让他删掉，他就不删。他有没有说明白，你往回带蘑菇是给我女朋友吃？他只是让女生带，但没有说他有女朋友这个事儿。这么回事？没说嘛。然后我跟他就提分手，他也答应。不是，我问你，让他删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还是删那个照片？删这个女生联系方式，反正就是他不像以前那么哄你了，对吧？对。然后反正后来也是我来寻求和好的。以前都是他找你和好，是吧？现在变成你找他和好了，是吧？那他现在一个月挣的比你多吗？差不多。因为我以前的确是挺宠他的，然后但自从那件事，他说什么赘婿，你搞得我俩就是中间有一点裂缝了已经。然后后来也是酒吧之后这件事情，然后我俩想着就出去玩嘛，缓和一下，然后我们就各自掏一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有点很大压力嘛，要交房租，然后我医疗费之前也不少，然后还有就是修车子嘛，抠出来的那种一点点钱。去那个江西庐山玩，然后我们在民宿里面就刚早上睡醒，看看手机有没有信息，我就无意间点开我那个就是类似于交友软件的直播间，正好就一个女生的声音，就被他听到了，他就开始吵了，然后我也是吼了一下，然后直接就走了。因为我们两个呢出去玩，主要是为了修复感情。你一个大早上又听到一个女生的语音，然后发现是一个交友软件，我觉得恋爱期间不应该有这个软件在吧？然后呢，我就是要看嘛，然后就看到他在上面，就是不管跟男生还是跟女生都有聊天，然后就讲的是一些我们感情方面的事情，然后他甚至还给别人发那个跳舞的视频，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寻求赞赏嘛。我觉得下这个软件，我就感觉他又是想精神出轨这一方面，我就当时就很生气，那我肯定就穿上衣服我就要走了，而且在外面特别冷，不像以前我们俩异地的时候。就是他从那个合肥到石家庄来找我嘛，我当时生气，他愿意坐12个小时火车，而且有时候我不见他，他愿意在楼下等我1晚上，但他现在就不愿意，我走了他可能都没拦住我。谈了4年，对吧？当时追你的时候追了多长时间呀？追我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因为是他姐姐介绍我们俩吃饭嘛。然后我们俩就慢慢相处，也就自然而然在一块了。你刚才说他能愿意在楼下等你1晚上，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是吧？对啊，那肯定呀。那个时候不下功夫，那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还有就是，他就处理方式上面态度非常就是强硬嘛。比如说我说他精神出轨，他也觉得我精神出轨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前男友，以前交往过2、3个月。然后他就是类似于单方面骚扰我，就换着不同的联系方式联系我，我都有拉黑，但是偶然就会接到那种陌生电话啊。我俩但凡约会，时不时吃个饭，喂，那边前男友就说了，心如我能不能复合？哪个大男人听到这话不接？但他就要强硬要去夺去电话要接嘛，但是那男生就会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的话就特别难听，我就害怕伤害到他，我就不让他接。我以前我还是个 rapper 呢。对，他当时接了电话，他就用那个 diss 词去 diss 别人。我当时真的有才呀！对，这个词儿我还临时还录了个视频。
来，我们来看一下。兄弟，我看你也没有什么招了，除了死皮赖脸的靠他的电话，真的弱到爆了哟。听说你还在小区送着外卖，我副驾坐着你的前女友开法拉利去看海，他备忘录记满你的低级失误，情人节转账截图一看只有6.6块，Now she call me camping， 你连救生机不配，当个备胎。你这单压双压都不够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玩嘛，因为自己觉得舒服就够了。那一次之后，然后他又觉得我很幼稚，然后我也觉得不开心。我说你把电话换了，我就给你全部通讯录、微信全部注销。但是我觉得这么极端的人，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搭理他，咱们就是把他放在那里冷处理就可以了。姑娘，你刚才提到你一开始说想让他当上门女婿什么的，你妈知道你有这个想法吗？会有跟我妈提过，就我妈觉得她也可以就是支持这一方面嘛。你妈见过他吗？我妈有见过，但是第一次见面就印象其实不太好。就她看到我妈了，我妈也看到她了，但她就不知道出于什么行为，就躲到车后面了，就假装没有看见。那我害怕呀，那个时候我那还没多大呢，那个小男孩，对吧？我见到我未来丈母娘，那我肯定我第一反应我不就躲了吗？那你妈妈现在知道你们2个人关系的这个情况吗？她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我也是希望就是我能跟她有未来，所以我经常就带她去我家里吃饭，为了增进一下她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嘛。然后我父母就知道她在酒吧里工作，就觉得这个工作又不稳定，环境也不好，就给她介绍了一份直播主持人的工作。结果她就去干了1周，她就觉得不喜欢，不愿意，她就辞职了。老师们，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这直播间，我们还能正常沟通。我们那个上班环境，那个直播间里面，那大哥在那前面刷礼物，我们在那一跳5-6分钟，一跳就是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那还没我挣的快钱多，那我去干那干嘛？然后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也就觉得他这个小伙子就干什么事也不坚持，那就需要我们俩再发展，不要往婚姻方向就是走那么快。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其实也跟我朋友讲了，然后我朋友就觉得他干事情也不坚持，不靠谱，就问他你做事情这个样子，那你能不能对他好一辈子？他就直接把衣服脱了，就还好有个背心。他就说：“你看我这一身肌肉。”他以前觉得我瘦，我健身1年半，然后你看我健身都坚持下来了，我能不能对他好？我是小排骨呢。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荒谬，不得体。这小孩子就是感觉就完全就是还是这小孩子。对，你刚才的措辞啊，因为他总是他觉得他比我大，他是姐姐，我是弟弟。不过您刚才的话确实是冤枉了他呀。因为你们给他找工作，他去试一下不合适，当然可以不干啊。他原本干的好好的呀，为什么一定要听你们的呢？这不是坚不坚持的问题啊，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啊。女生现在是不是还觉得就是他没有刚开始追你的时候那么包容啊，那么好脾气啊？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出差嘛，然后我就让他你们俩去出差，就他有时候他不是有时间的时候嘛哈，我们俩就去那个出差，我们就去义乌，我让他帮我打个车，他就打错了，那导致我们就没有跟客户见到嘛，就这单就黄了。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事情就没干好，他就脾气就非常的大，他觉得我就是帮你忙，我可以在家睡觉。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态度跟我以前完全就不一样。那我就是个帮忙的，我想着顺手的事嘛。那我也是人生地不熟，那义乌也不是我老家，那我想着我能来，我陪你已经都是我最大的奉献了，我还不如在家躺着玩游戏呢。我都给你打车，好，你倒好，回去了你哄你这哄你那啊，你不行，你给我一路上冷脸，然后到家了你还把我关门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就是比较激动嘛，然后我也比较气愤，所以我就把他关门外了。但是呢，我肯定是会把门打开，到时候让他进来的，并不是说就关一夜，就2个人互相冷静一下子这个情况。他就觉得他受委屈了，他还去告状。不是你的工作，对呀，凭什么要让人家帮你打车呀？可能是因为他之前也就是对你百依百顺嘛，对。然后我可能就请他帮忙，他就没有做好。我觉得是一个态度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但你也是个态度问题，你说的语气绝对不是帮忙，因为我们是男女朋友，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应该为我做吗？今天你俩来，要怎么着啊？其实我就是还是比较惦记以前好的那种人，并不是只看当下的问题，所以我是想处的。但是就是他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嘛，然后就挣了点钱也膨胀，也有点小作，那我就说希望他改一改这方面。万一他以后挣的钱更多呢？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感觉有点已经拿不住他了，就感觉我们俩已经不那啥了。
啊，就是你要让他改，就是得他改的不是说作不作、闹不闹的，他改的是得再继续变成以前那个温顺的小绵羊。他如果改不了的话怎么办？还继续处吗？就是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很好的，我就是还是想处，还要处就我也呢可以就是改变一下我说话的方式啊，处理事情的态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跟异性之间就是距离感也不强嘛，就老是会造成我们俩之间的误会。一要保持跟异性的距离，二就是要稍微别那么作啊，对吧？然后你也有所改变，这是你的想法是吧？但男生呢？我就想我说就是公平嘛。就是我说话你也能听，你说话我也会听。哦，不是，就是只是我一个人单方面言听计从，我们相互商量着来，对吧？我们接下来来问一问郝先生和张女士，您这都过来人了，这小年轻的他们俩这点事儿听着算个事儿吗？我认为他们的事儿，说大也挺大的。作为一个男人，想让一个男人去当上门女婿挺难的。如果你们两个想在一起的话，这个女生你可以做一个小女人，让她做一个大男人，也许你们会幸福。我是觉得挺可爱的，我可能年长他们几岁，就是我觉得我挺羡慕的，就这个年龄段特别容易冲动，然后他是单纯的，就即便有再多的问题，他也是单纯的。然后我想跟就是小妹妹讲两句啊，就你给我的感觉，她特别温和。就一看温室的花朵，我觉得特别好。但是爱人之前先爱己。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可以去品尝各种的滋味，酸甜苦辣都一样，特别棒，加油！好，听老师们怎么说啊？来，于老师，飘的开始，往往就是不安分的开始。我认为男生不仅是飘了，他更是从自卑走向自信的飘。你提出让他当上门女婿，是深深的刺痛了他。就是可能我当时跟他提的这个开玩笑的方式，我明白，不是开玩笑，你是真的。但是这种真的背后，我更认为透出的是一种爱。他想到的很单纯，因为上门女婿嘛，就不要彩礼了，不要婚房了，也不要车子了，一切我的父母来嘛。您只要以后孩子跟我们家姓就可以了嘛。所以我为什么问你们家有没有男丁，其实是有的。所以他的这种伤害真真切切伤到你了，但是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病急有点焦虑，他想我们要走向未来怎么走呢？这可能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认为他虽然伤害了你，你还应该感谢他。感谢他什么呢？他倒逼了你，这也证明了这个男人有潜质。你证明了自己以后，就有点剑走偏锋了。您真的有点报复性的飘，您寻求的爱的平等完全对，但是你在内心总认为爱情当中有钱就是大爷，这是错的。爱情当中经济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没有经济，哪怕一碗方便面，日子也可以过得热气腾腾。关键两个人有爱，所以你们两个人完全可以继续走下去。你们两个人还真有希望走进婚姻。他说的想让你当上门女婿这个事儿，你觉得刺激到了你？其实我反倒觉得是他心疼你。他觉得如果他有这个可能让你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少受点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那些磨砺和辛苦，他愿意作为那个付出更多的人。这本身就是一场交换，无可厚非，他没有那种恶意去贬低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这是你的软肋，不能被碰，所以你误读了他。男孩子，你承不承认，当你步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你自己没法预知的诱惑，而在这些诱惑当中，你会不会足够的有定力，对你现在的这段感情100%的投入，一如既往的坚持呢？
我觉得我是会的。可是你依然会让有些事情或者有些诱惑走进了你们现在这种很尴尬的情感的敏锐期里。不要让你身边的人因为你对诱惑不能够很清晰的拒绝，很明确的拒绝，让他受伤，或者让他觉得自己心里会有好多好多的猜忌，让他不安全。你可以去狂啊，但是没有让你没界限呀。你年轻啊，年轻就是有失败和摔倒的资本呀。就是你要明白，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最后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你要证明的东西是要证明给谁看？你是证明给他看。这个从头到尾我希望都没有变。而且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是要打破到底你骄傲还是我骄傲，我比你更有骄傲的资本，不是这个。你们慢慢走，你会发现两个人在这段感情当中永远就像天平的两端一样，你们在寻找一种平衡。骄傲一方面，单方面的骄傲永远都是会被打破的，迟早会被打破的。你们要学会妥协，因为只有这样，你这段感情才能非常健康的向前发展。我有一点点跟吕老师不太相同的意见啊。我上门女婿这件事儿，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控制，就要当妈。这20多岁女孩谈恋爱的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谈恋爱，我谈的是啥？就把一个年纪轻轻、朝气蓬勃的小姑娘谈成了一个老妈子的样子。觉得什么是爱？男人听我的，男生听我的就是爱。而这个误区，我恰恰想跟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们说，言听计从不叫爱。只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反驳和反抗。女孩可能会有一种天然的母性在体内，就是觉得我要照顾她，这个像姐姐一样，或者成熟度本身就比男生高。但是在爱情的世界当中，一定是彼此尊重，相互尊重，绝对没有谁是一言堂。因为今天从一上来你就反复在说，你看看他现在啊飘了，翅膀硬了，开始作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失控啦。所以你慌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想让他再继续像以前那样，能够在你的手掌心，逃不出你的手掌心。我觉得现在早发现这样的相处模式有问题，对你们的感情反而越好。因为一旦有一天他真正的进入社会，他会碰到可能很多的小姐姐，有一些小姐姐可能比你更温柔，比你更善解人意，比你更体贴，那还有你啥事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在爱的世界里面，不是说我要控制谁，而是我们要学会尊重谁。爱情绝对不是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因为我们自己也都不是完美的人。就是爱的笨拙，不代表爱的不真挚。能把恋爱谈得这么认真，你们俩这恋爱多美！你们认真到什么程度？我看见他刚开始恋爱，我要让你给我当上门女婿，就是我要你跟我在一起。刚开始恋爱都想到80年以后了，他也认真啊，他当真了。我怎么能给你当上门女婿？我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绝不当上门女婿，所以我每天得证明我要积极，我要向上，我要坚持。多当真！你们两个这感情多真挚啊！所以你不用伤心。最开始不懂爱的时候，老是把控制当吸引，老是不给对方留空间、留余地，希望100%找到那种纯粹。这是慢慢适应的。你也是，你也不用就是表现出那么尖锐的对立，不是，他是爱你的，就是没什么经验，笨笨的，表达的很真挚。我跟你说啊，过上30年，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你拉着他的手，哎，你还记得吗？当初恋爱的时候，你跟我说要让我当上门女婿，然后2口子哈哈哈就开始乐，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过了30年，然后你在人世间走了30年，梅兰竹菊都见过，回头一想，还是那个霸道的笨笨的女孩让我记得最深刻。因为在她那儿，我认真的对抗过，
我对抗过他的霸道，但是我跟他较过真儿，我认过真。30年以后，这2种可能性都有，哪种可能性都可美了。你们一定要继续真挚的爱下去。这边呢，我跟你聊这么一事儿，你为什么那么当真？你居然真的在跟妈妈商量，她能不能来咱们家当上门女？你商量过，然后你妈妈跟你说的是可以呀，可以呀，你再看看。你看你妈妈的处理就很留余地，所以你们2个继续爱下去，继续爱下去，别提不该提的要求，然后该较的真儿较下去。你们讲述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环节，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有意思，就是哟哭了，哎呦，哎，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呢？你看这就叫吸引，这不叫控制。放轻松，放轻松啊！好好爱呀，哭什么大劲的？来，小伙子，人家感动的，快把他杀了。我听到的最让我觉得有触动的哈，就是女孩把男孩带上要去见妈妈。男孩见到这个阿姨之后躲了起来。如果你们在见面之前，你们做一个事儿叫什么？彩排，那个场面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说，你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彩排，都是在未来有可能我们触及幸福之前我们去走的路彩排。恋爱除了爱以外，我们得练。男生很幼稚啊，因为幼稚，所以有些事情没有边界感，但是呢，慢慢自尊心挺强了，因为挣点钱了，对吧？幼稚的秀秀肌肉显示我多强，很可爱。女生因为缺乏安全感，不断的付出，甭管是做上门女婿还是见家长等等等等，你不断付出又想控制，这不都是我们恋爱当中必须要经历过的环节吗？哪一步都少不了。你别看我们5个人坐在这儿，这些事儿我们都经历过。年轻的时候谁都挺作的，对吧？所以你们就慢慢去享受吧，享受你们当下。就拿这个张姐姐来说，看到你们的这些情况啊，这些事儿啊，都羡慕，笑了，笑了。她是羡慕的，我们也是羡慕的。所以说，该幼稚就幼稚，但是我们幼稚完之后摔了跟头，我们得成熟啊，对不对？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去谈恋爱，怎么去获得爱，怎么去给予爱。好，谢谢曲总。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揭晓我们第1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呢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来，我们一起看看他们2个人是否还会重修旧好。来，3、2、1，请开门。我估计他跟他不太会前女友没了谈多合适啊！这个男生想明白了，男生想明白了，这个分手还对他们真是，都他应该回去找他前女友对呀，去。对，都一家4口了。那个前女友还真是真心的在等着。对，前女友是在经营一个家。不管怎么样啊，祝福他们，祝他们都能幸福。有很多想要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有情感困惑的话，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们只要去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一组小年轻，他们会不会出来呢？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这肯定出来，如果不出来，我跑到外面把他们拉回来。真的。
那倒是不必要的。吓我一跳，你知道是？甜蜜蜜，他笑得甜蜜蜜，好像春风吹进我心里。有啥想说的吗？就是还是很感谢导师们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多，然后我也知道我在这感情中控制欲也是稍微有点强了，以后也会没关系，改正的这个年龄的女生都这样。然后我也是可能真的不太懂，可能我就想说，不让他那么自卑啊，或者说感到现实压力，可能我的方法就比较不太恰当。你是善意的，真的是善意。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啊，美好发生怎能不看？祝你们幸福，好好享受青春，也不要辜负了青春。谢谢你们，再见。好，谢谢导师们。好，谢谢老师。曲总羡慕吗？羡慕啊。雷老师羡慕吗？多好啊！哎，回不去了呀，回不去了，可以回忆，可以回忆。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认真的对待爱都是最美好的年龄。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